逢年过节，我们去一些金碧辉煌的大寺庙，经常能看到挺着啤酒肚的大老板或者大富豪们大手一挥捐做金佛，甚至连一些大企业的董事长办公室里都供着佛像，嘴里念叨着佛经里的词儿。我之前看完《佛陀传》之后啊，对开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从最初佛陀开悟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佛教寺庙啊，这之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违和感。佛陀最初教导我们的明明是要放下世俗的欲望，怎么到了今天，佛教却成了大家求升官、求发财、求保佑的工具了呢？今天这期视频呢 ，Jenny 带大家穿越回古印度，看看一门原本教人如何做心理建设、如何看开痛苦的硬核哲学课——佛学，是怎么在几千年的历史里被统治者和世俗利益一步步魔改，最终异化成了充满物化、崇拜的精神鸦片，并且最终在他的老家印度彻底破产消亡的。这就好比一个初心极好的开源心理学公益创业项目啊，最后变成了重度氪金抽卡游戏。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咱们分4个阶段，把这个故事生动地盘一盘。故事要从2600多年前的古印度说起。那时候的印度可谓是真正的地狱难度生存环境，战乱、瘟疫，还有一个把人分为3、6、9等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发明的。在那个社会，你生下来是牛马，世世代代都是牛马，阶级完全被神学锁死。这时候，我们的主角登场了，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来的释迦摩尼。这位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古印度一个小国里正儿八经的王室富二代。他老爸为了让他安分继承王位，从小就把他养在信息茧房里，每天花天酒地，不让他看到穷人和死人。但富贵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内耗和虚无。直到有一天，他溜出宫，看到了生老病死，他顿悟了一个道理：无论是腰缠万贯，还是穷困潦倒，人都会痛苦。痛苦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咱们人类大脑里的一种主观感受。比如你极度渴望财富或者爱情，求而不得，你就痛苦；你就算得到了，也会空虚。那怎么解决这个系统 bug 呢？悉达多出家试过各种极端的办法，比如疯狂挨饿，饿得皮包骨头，或者憋气，长时间打坐。但他发现这种极限自虐根本没用。最后他搞出了一套被称为中道的理论，也就是不走极端，通过戒律规范自己，通过冥想集中注意力，再通过学习提升认知，也就是戒定慧。他认为只要把主观上的非分之欲消除了，人就能达到一种极度平静的终极心理状态，也就是涅槃。但其实这个时候的原始佛教根本不是宗教，它连个让人拜的偶像都没有。悉达多本人顶多算是个心理学或者哲学的导师。早期的僧团每天干嘛呢？就是坐在一起冥想，然后疯狂的打嘴炮辩论，互相探讨怎么控制欲望。当时的佛教极度超前，他直接喊出了众生平等，直接叫板婆罗门教森严的阶级壁垒。不管是平民、穷人，甚至是女性，都可以加入这个平等互助的社群。当时的僧团甚至干起了慈善、建医院、搞教育、给穷人发粮食，简直是社会的一股清流。但是这种纯讲逻辑的辩论俱乐部有个致命的缺点，太容易散伙了。既然你允许大家探讨和质疑，那每个人的主观体验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纵欲也能消除欲望，有的人觉得应该去睡大马路苦修。大家天天吵架，组织很快就面临分裂和衰退。这就像一个没有任何 KPI 考核的松散社团，连招新都成了问题。就在佛教快要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迎来了一位霸道总裁级别的天使投资人阿育王。阿育王通过极其血腥的战争统一了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孔雀王朝。但他遇到了大麻烦，他本人是低种姓出身，在传统的婆罗门贵族眼里呢，他根本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他刚征服的南方部落也到处叛乱，
整个帝国处在内战的边缘。阿育王急需一套新的企业文化来洗脑安抚天下。他看来看去，相中了佛教那套众生平等和非暴力的理论，于是他连夜给自己立了一个人设，宣布自己被佛陀感化，放下屠刀，皈依佛教，并把佛教捧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但阿育王本人啊，他是知道老百姓根本听不懂高深的哲学辩论，统治阶级需要的不是教人思考的学问，而是让人无条件服从的迷信。于是佛教迎来了一个历史上最狠的一次魔改。首先，阿育王把佛陀的遗骨，也就是舍利，分成了几万份，在全国各地疯狂建高大的佛塔。这就好比把一个虚拟的哲学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 IP。哇，这么高的塔，赶紧拜吧！这就标志着佛教从思想修行正式堕落成了物化崇拜，实体建筑代替了逻辑思辨。不仅如此啊，阿育王还强行往佛经里塞私货，规定谁质疑国王，谁就是破戒。本来佛教讲究平等，结果阿育王硬生生把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那一套塞了进去，重新划定了阶级。最夸张的是呢，各地的佛塔后来扩建成了寺庙，阿育王鼓励富人给寺庙捐钱捐地，寺庙甚至变成了具有收税和放贷功能的官方金融机构。佛教的高层僧侣们瞬间变成了大地产商和贵族，彻底背叛了最初的穷人兄弟。这个时候，原来的佛学就已经死了一半了，成了服务王权的工具。不过，孔雀王朝也是个短命的公司啊！阿育王一死，帝国就崩了，佛教的官方拨款也没了。这时候，原来的竞争对手婆罗门教又开始崛起。佛教为了在这个乱世里抢底层老百姓的流量啊，只能不断向世俗妥协，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异化。这段时间啊，佛教推出了2大极其迎合市场的升级版本。第一个升级版本就是大乘佛教，相当于微科带辅助的游戏模式。老百姓天天饭都吃不饱，哪有时间冥想辩论？大乘佛教就说没关系，你不用懂那些复杂的理论，佛陀是有神力的，你只要对着佛像祈祷，或者每天嘴里念句佛号，比如阿弥陀佛，就能获得神力加持，免除灾祸。这简直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现实利益的叠 buff 工具。而且为了满足老百姓生孩子、结婚、办丧事等各种细分需求啊，他们还创造出了各种类似天使的菩萨体系，各司其职，彻底把佛教变成了一个多神教。第二个升级版本就是印度密宗，相当于重科直接通关的 VIP 模式。到了后来，死灰复燃的印度教，也就是原来的婆罗门教，搞出了各种驱鬼辟邪、做法事的迷信仪式，在民间大受欢迎。佛教一看急眼了，为了生存啊，直接抄作业，于是密宗诞生了。密宗推出了极其激进的寄生成佛理论，你都不用花一辈子念经了，你只要花钱买点法器，找个大师给你搞个灌顶仪式，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能变成活佛。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氪金游戏。学到最后，密宗甚至走火入魔，把印度教里一些反伦理、反道德的东西也吸纳了进来，比如说搞什么男女双修、欢喜禅，甚至宣称吃排泄物能获得神力。这种佛教在印度彻底被污名化，逐渐走向了邪教化的歧途。第4阶段被对手降维打击于终局。佛教虽然能把自己魔改得面目全非，但依然没能阻止它在印度的衰亡。为什么呢？因为婆罗门教，也就是后来演变成了印度教，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思想家，叫商杰罗。这个人简直是个商业间谍，他假装成佛教徒潜入寺庙，把佛教的理论弱点摸得一清二楚。商杰罗出来之后，使出了釜底抽薪的杀手锏。他对老百姓说：“你们知道吗？其实佛教里的佛陀根本就是我们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一个化身。
佛教根本就是咱们印度教的一个分支。因为早期佛教为了神化佛陀啊，确实抄袭了很多婆罗门教的神话传说，比如步步生莲，这下反而成了被人家反咬一口的证据。这一招直接在神学产权上把佛教给兼并了。同时啊，佛教提倡不杀生，讲平等，导致各个国家在面临外敌入侵时，根本无法动员老百姓当兵，军阀们也越来越看佛教不顺眼。到了12世纪，最致命的一击来了，极度抵触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军队大举入侵印度。他们一看到佛教寺庙里那些金光闪闪的佛像和搞男女双修的和尚，二话不说，直接拿佛教开刀。穆斯林军队烧毁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典籍，屠杀了大量僧侣，残存的势力只能逃往尼泊尔、西藏等地。因此，佛教在他的老家印度次大陆彻底灰飞烟灭。所以你总结出来这个道理了吗？佛学和佛教完全是两码事儿。佛学是当年那个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的智者留给人类的一套客观理性看待欲望、获取精神平静的思想工具。它是一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的心理建设学问，是教你向内探求的。而佛教则是在随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洗脑老百姓，被既得利益者为了敛财不断包装魔改出来的精神鸦片。他们用具象的佛塔、佛像、开光法器，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了对物质和超自然力量的贪婪渴望中。同样的历史呢，也发生在西方对西方宗教史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江教授这部系列。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人花大价钱求神拜佛，试图用世俗的钱权去跟佛祖做交易的时候，其实恰恰违背了释迦牟尼当初创立这门学问的初衷。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哲学还是科学，一旦和政治世俗利益深度绑定，它最初的纯粹性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我们只能多思考、多质疑，千万不要去迷信任何被包装出来的权威。这个迷信包括现在的科学，以及用科学包装出来的一些宣传手段。如果你喜欢今天我分享的古印度神佛大乱斗与佛教异化的全过程，请点赞关注我的视频。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再见。